经济衰退、战争爆发、集中营、国家分裂、军阀割据。为什么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游戏预示着这样的未来？为什么说这一切都能从中国高中看出端倪？局外人是一个2019年发布的以高考为背景的游戏，和普通的隔靴搔痒的青春恋爱游戏不同，它因为同时扒开了老中高考和政治的伤疤，所以不能在中国发售。但是本台翻遍了全网，都没有看到评论点出游戏的精髓。先说说游戏剧情。主角西西弗，也就是游戏中的你，是一个高考枪手。2011年，你来到了江城，一个3线城市，进入江城大学实验中学高3年级替考。游戏刚开始，强烈的盲盒感就扑面而来。眼保健操现在开始。闭眼。眼保健操升旗仪式，学校附近的网吧，点点滴滴的细节让很多经历过高考的玩家有强烈的 PTSD。还没怎么适应高中生活，主角就被一个少女告白：加入我们的策反小组吧。哎，就是这么回事。倒带几分钟，本来只是想拿钱办事的主角误入了学校的新导部，认识了3位女主角，她们分别代表3种人：激进自由派刺维亚、体制内知识分子奈瑟，还有人口基本盘真穗。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像日本人或者俄国人呢？因为故事发生在一个架空的时间线里面，日本在2战末期赤化，并占领了中国大部分的土地，所以无论游戏说了什么，都是在骂日本人，对不对？言归正传，新导部是高3学生唯一可以参加的社团，是为了防止学生自杀而设立的。高3学生不能参与任何除了做题之外的活动，这是因为少玩一会儿，我就可以多刷几头试卷；少玩一把，我就能够多记几个知识点。凌晨6点的校园真的很黑，但600多分的成绩真的很耀眼。高考是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些话身经百战的西西弗已经见得多了，但自由派刺维亚认为这种洗脑教育是一个谎言。高考考差了，人生就毁了吗？考好了就能幸福吗？但是大家为了追求这个虚无的目标，每天做题，牺牲的可是真实的青春啊！还有主角一起策反学生，让大家认识真相，追求自由。知识分子奈赫也对高考成功学嘲讽满满，作为军师暗中支持刺维亚造反。基本盘真穗虽然不是很理解刺维亚的想法，但还是因为友情提供支持。那高中生具体能怎么反抗呢？首先就是利用平时的心理辅导活动，在各个班级暗中传播民主思想，激发学生们对自由的渴望。还有就是煽动学生不要管考什么大学，要寻找自己真正的梦想。这件事很快就被老师和领导们发现了，没想到刺维亚不但不服管，还出言顶撞。正当主角们都担心他要被处分时，这件事却奇怪的不了了之。在每天刷题兼策反学生的过程中，西西弗和新导部的感情逐渐加深。时间到了高考前的几个月，随着一次校长的丑闻曝光，学校陷入了动荡。刺维亚抓住机会，掀起了一场自由化革命，带领学生占领了广播站，要求推翻应试教育，恢复社团活动，大家一起摇滚、诗歌、青春。但是基本盘真穗只想继续做题，学生们每天都在狂欢，不但不学习，还把老师赶出教室。好像所有人都忘了，他们还是要高考的呀。高层动荡很快就结束了，新校长下甲带领学生会镇压刺维亚的反抗阵营。这个时候，作为主角的你会面临2种选择：要帮助刺维亚吗？不过不管你怎么选，下甲都会武力清场，恢复学校的稳定。刺维亚还想继续进行地下活动，但其他人都怂了。失望的刺维亚怒斥奈夫懦弱，真穗是叛徒，愤怒地离开了学校。虽然革命失败了，但主角团还是改变了世界，他们的故事会流传下去，在每一届学弟学妹的心中撒下希望的火种。开玩笑的，日本帝国哪会有这种好事发生？
作者用3种结局浇灭了玩家的希望。第一个结局是真结局，你奋不顾身地帮助了刺维亚必败的革命，两人一同逃离江城，跑入美国。原来刺维亚的父母是当地知名的白手套企业家，所以无论他怎么挥霍青春，都有人给他托底。单纯热血的他活在优越家庭的泡泡中，率领着并不与他共命运的普通学生冲撞绽放，过把瘾就死。问题是刺维亚可以跑路逃避高考，江城人却不能。对于这些广大基本盘而言，浪费高三确实会万劫不复，刺维亚或许真的让他们错失了逆天改命的机会。真结局的绝望就在这里，为什么生活会变成这样？难道生活只能这样？作者并没有直接这样发问，却把问题揉碎到游戏的各种细节里，唤醒所有中国内部考生死去的记忆。为什么没有高考的话，江城人就只能像被钉死在这片土地上一样喂猪除草？为什么5000万考生中仅有几十个人能上帝京大学？为什么浙江大学在天港的录取率会是江城的40倍？江城考生没有深究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他们来说，高考不是罪魁祸首，而是最后的机会。帝国杀光了江城的刘文彩和李九莲，抽干了矿产和稀土，留给江城人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和混混杀气的原子化社会，让他们为离开的救生圈卷得头破血流。家乡像血液被蹦出身体的干尸一样，只剩下老弱病残。新一批的年轻人目睹家乡的残破，也只能更加用力地逃离。离开是唯一的出路，这个苦涩的共识被草蛇灰线地埋在了游戏看似轻松的对话中，作者称之为命运。第二个结局是普通结局，你没有帮助刺维亚，而是和前反贼现在的改良派下甲合作当枪手，守护心情大受打击的征穗，最终2人都考出好成绩，进入帝国最强大学帝京大学就读。第3个结局是好结局，你向征穗坦白了自己是枪手，获得了征穗的谅解，2人一起考进外地的大学。无论你怎么选，唯一的结局都是润，而江城人的命运没有因为这场革命改变分毫。往好处想，至少你逃离江城了。然而只有逃离成功的人才明白，那些没有逃离的亲人挚友，也许还有一部分的自己卡在心间，挤出无法填补的空白。江城人的命运并不独属于江城人，也属于聚光灯之外县城、乡村、内陆城市的孩子。多少人早已习惯父母、亲人乃至社会几10年如一日的教导，必须逃离家乡，但同时又不说家乡的哪里值得憎恨。也许这才是最残酷的，因为每个人都必须由自己想出厌恶家乡的理由，然后理直气壮地一跃，永不回头。所以江城注定是一片没有希望的土地吗？制作组在官网发布了一个后续，一个承接游戏本体剧情的文字版 Coda。 尽管游戏本身已经是不能在中国发售的级别了， Coda 则更加大逆不道。它有点像黄祸，是一篇野心极大的政治预言。尽管游戏建议我们只是将 Coda 看作官方同人文，但本台认为 Coda 的结局才给了故事一个真正的交代。承接着游戏的真结局，主角与刺维亚来到了美国洛杉矶，进入 UC 的学校就读，过上了典型小刘的生活，不再关心政治。6、7年过去，帝国为了收复北海道，向美国宣战，造成了数万人的伤亡，核战争爆发。因此，生活在美国的帝国人被关进了集中营。3年以后，战争终于结束，帝国已经不存在了。美国占领了沿海地区，各种军阀占领了内陆，天天上演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此时，在美国已经一无所有的主角和刺维亚一起回到了已经不再熟悉的家乡江城。下甲和学校一起被和平了，征穗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和母亲一起隐居在老家，被本族的民兵保护起来。最令人吃惊的是奈贺，他被刘匪俘虏后，不知经历了多少事，竟然成为了刘匪的领袖，纵横在江城发达的水网上。这急转直下的废土风格，难道是作者突然吃了菌子吗？不可否认的是，和平现中元素是一部分恶趣味玩家喜闻乐见的粉丝福利，但本台认为 Coda 其实是在回答游戏本体逃离的主题。
离开故乡之后，逃离的终点是哪里呢？远离了高考10多年之后，天堂和地狱的区别还有那么明显吗？当抗争的对象不存在了，我们到底是谁？剥离了 Coda 的后启示录是重口味，我们看到作者用3位女主的现状讲了一个回乡的故事。按照游戏本体的结局，如果帝国没有消失，所有的人都会继续逃离，忘记高中的那个自己。刺猬亚离开了格格不入的江城，飞到了自由的美地，从此幸福了吗？ Coda 的前半段讽刺地褪去了她作为女主的光环，在没有束缚的世界里，反抗就像在打一团棉花。她和主角分分合合，放弃了摇滚，读着一个充满水分的硕士，似乎早已不再是那个鼓励大家追求梦想的少女，而成为有空约饭的碎尽日子人。基本盘真碎，出生于毫无资源，需要拼命努力才能和体制沾上半点关系的草根大家族。这种环境长大的她善良温情，是帝国不可再生的人矿。考上外省的大学，也意味着她会离家族越来越远，兢兢业业地构筑帝国的地基。奈瑟出生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家庭，他聪明冷酷，但为了保护身边的人，并不害怕使用暴力。帝国吸收了无数奈瑟们的聪明才智，作为技术官僚维持国家的运行。抗争消失了，因为所有人都加入到赢家的一边。然而在 Coda 中，随着帝国的消失，他们反而重新和过去的自己发生了连结。刺猬亚追求的自由体面被帝国的星辰大海击得粉碎，在异国的困顿漂泊，最终让他回到了江城，迫切地寻找心底仅存的柔软，哪怕这份柔软的载体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真穗回到了家族，因为帝国不再安稳，最好的保护所爱之人的方式变成了回家。奈瑟也做回了自己，因为帝国无法再安放他的才能。他们都重新回到了家乡，以不同的方式找回了残破的本真。在 Coda 结尾，瑟维亚在已被和平的高中对西西弗做出了这样的表白：这里是我的故乡，只有钢铁废墟和原爆的辐射。我们熟识的人们或者已经死去，或者在这里艰难苟活。我并不认为这里有任何美丽的地方，也不认为这里有一丝希望，但是我还是想向西西弗君介绍这里。故事结束了，这片土地虽然残破，但也是故乡的人们存在过的唯一证据了。帝国毁灭之后，帝国嫁给江城的意义也消失了，它不再是一个三流的省会，逃离的对象，没出息者的拘留所。江城清晰起来，变成了墓地本身。这是一群悲伤者最后的倔强的依恋，是写给江城人的悲歌。